李长寿问询了一下塔爷，塔爷淡定地回答：完全没有啥影响啊，放心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洪荒重法宝而轻神通的风气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嘛。两个人飞了一阵儿，原本昏黄的天空像是幕布一般被扯开，宛若没了大气层遮掩的星辰，头顶是一片深邃的黑，点缀着无尽的星辰，脚下是一片金色的沙海，边界蔓延到不知何处。有一条五彩斑斓的星河在天空正中悬挂，在星海之中流淌而过。李长寿的心底泛起了一丝明悟，那就是六道轮回啊。师兄，这里景色倒是不错。这里应该是后土娘娘的星台所化，所谓星台也就是灵石之海。后土娘娘的肉身化作了六道轮回盘，这里是她最后的栖息地。李长寿面露恍然，若六道轮回盘是后土娘娘的躯体，此地是后土娘娘的心台，那就能解释为何此地与外界完全阻隔，与洪荒世界主乾坤没有任何灵气交换。正如此想着，前方突然出现了一片岩浆湖，成了火焰弥漫之地。大法师突然皱了一下眉头，这个比上个更麻烦。李长寿的心神绷得更紧了一些。恶还是欲？他话语刚落，背后突然传来了呼呼的风声。李长寿扭头看去，额头挂满黑线，夜空中有数十颗星辰坠落，化作一颗颗巨大无比的火球，朝着大法师和他先后砸来。走！大法师一声轻喝，左手拽着李长寿的胳膊，朝着前方不断闪烁。每次人影一闪，都能留下数百里间隔，也算是有惊无险。两个人擦边飞出被轰炸的范围，那一颗颗小小的星辰将方圆数千里的岩浆地再次犁了一遍，场面颇为壮观，看得李长寿是头皮发麻。又见岩浆湖中爬出了一只只食人巨兽，大法师有点无奈地摇摇头，衣袖扫过，那些食人巨兽直接崩碎。雕虫小技。大法师掌心太极图微微旋转，拽着李长寿身形再次一闪。这一次他们直接跨越不知多远，出现在了一处残破的宫殿中。而殿内原本热闹的画面像是被人给摁下了暂停键。楚江王含泪站在角落的木桶旁，用一张花花绿绿的头巾裹住了狰狞的头角，手中捏着两只鲜艳的花朵。明明是一个粗犷且威严的巫族汉子，此刻却抹着腮红，在那儿拽着花瓣撒入木桶中。此刻楚江王的眼神充满了绝望，仿佛在说：“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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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”但是手中的动作丝毫不停。再看秦广王，这位十殿阎君之首，地府此时的一把手，正躺在一根根尖锐的黑刺上，身上摆着一块巨大的石板，而在这石板的上方是一双小巧的玉足，肌肤白皙透亮，指甲却染上了鲜血一般的血红。此前见到的后土七情化身之小哀，如果是21、22岁女子最明媚的岁月，此刻见到的这位就宛若是16、17岁的少女。浅红色的长发，暗红色的眼眸，身上的短裙短衫跟保守二字毫不沾边，但是又没有任何的妩媚柔媚的感觉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扎眼的凶恶。他脖颈上挂着一只长命锁，那长命锁在轻轻闪烁光亮。来之前秦广王说过，恶念与欲念都被后土娘娘以法器压制，显然法器就指的是这长命锁。哎，你！这少女放下手中的铁锤，歪着头对大法师抬了抬下巴，过来躺小琴身上。大法师额头挂了几道黑线，拱手道：“人教弟子。”你不愿意了？少女冷然说了一句，蹙着一点，身影唰的一下就消失不见。大法师的剑眉皱成了一个川字，长袖挥舞，太极图出现在背后，轻轻转动。
就听闷哼一声，那道倩影自李长寿背后跌了出来，一把明晃晃的宝剑对准了李长寿的脖颈，剑尖只差3寸。哎呦我去，这么凶的吗？我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就因为看起来好欺负就被锁定成了攻击目标啊！还好带大法师过来了，要不然在后土娘娘的心台中对抗后土娘娘的恶念，我当真是不知这次会被戳几个窟窿。太极图之上，阴阳2气盘旋，将这少女径直困缚住，吸在太极图上。大法师与李长寿转身微微一笑，那秦广王已经是推开了身上的石板，楚江王也摘下了头巾，匆匆忙忙跑过来。大法师手下留情，娘娘自行压制了绝大多是恶念，她现在只是在捉弄人，不会真的伤到人。李长寿低头看向那把宝剑，发现那只宝剑似乎并不是金属材质，此时在地上已经是变形弯曲，异常的柔软。大法师点点头，并未收回阴阳2气。咱们如何才能见到娘娘的本体？这个……秦广王一阵皱眉，需娘娘同意才行。哼，求我呀！那被太极图定住的少女嗤笑一声，淡定地扭头看向一旁。我是大德后土，大德后土便是我。纵然我做再多的恶，谁都不敢除掉我。这就是你们这些道门弟子说的斩妖除魔？切，废物！祖！秦广王和楚江王连忙向前，各种好言相劝。李长寿却盯着这少女脖颈上的长命锁看了一阵，心底若有所思。正如李长寿所说的那般，后土娘娘本身也在影响着七情化身，尤其是这个恶少女，此刻还被后土用法器镇压着。很快，少女不耐地骂了几句，道：行了行了，真是恶心，都跟我来。大法师松开这个少女的束缚，与李长寿对视一眼，各自看到了小心2字。倒是秦广王和楚江王松了一口气，跟在这少女身后走出这残破的大殿，向着远处飞去。这次飞了片刻，前方出现了一座大阵，大阵笼罩了大概数十里的范围，其内有一座巨大的后土雕像，雕像前方还有2座宝殿，散发着无尽的庄严之感。少女恶哼着淡淡的曲调，带着几个人径直到了这座大阵前。进去吧，我可打不开此地。大法师抬手一点，太极图现形，将少女再次束缚的同时，也将前方大阵轻松地融出了一个开口。大法师做一个请的手势，那少女恶此刻似乎是气急，咬牙骂了几声，却是扭头看向一侧，各种不屑一顾。还是秦广王和楚江王做了一阵思想工作，才算是说服了这个少女在前方引路。于是一行5道身影小心翼翼地迈入了阵法中，飞向了那一座大殿。但在殿门前，李长寿突然抬手做了一个止步的手势，注视着前方被阴阳2气束缚住的少女，露出少许苦笑，开口道：娘娘，您这恶念哪怕被压制，也不该有明显的愤怒、郁闷、妥协这种情绪吧？七情各有化身，走向了各自的极端，相比较哀，你的恶似乎并不纯粹呀。前方走着的少女转过身来，面容上的笑容渐渐隐去，那张脸蛋儿变得清冷，变得落寞，却露出了一种有些森然的微笑。是吗？可是你知道的还是太晚了。大法师像是突然看到了什么，右手张开，殿内飞出了一道流光，停在了大法师掌心。那是一只长命锁，与少女恶脖子上是同一种款式，不同的是这长命锁已是被打开，其上不再闪烁光亮。楚江王和秦广王瞬间浑身颤抖，面色变得无比苍白。走了，快，两位快走！他们话音还未落，整个大殿响起了米音，各处飘来一阵阵粉色烟雾，那一声略带不满的轻哼声让听者骨头酥软，血脉喷张。
大法师紧紧皱眉，但是李长寿却是淡定的点点头，丝毫没有什么异样。粉色烟雾弥漫，这一座大殿似乎正在发生某种变化。殿外那一座巨大的厚土雕像骤然化作了一尊参天巨木，屹立于无垠沙海。巨木的树干颇为奇特，像是一名女子跪在沙地中，双手交叉护住前胸，树冠便是她长发的延伸。但是此刻，殿内的李长寿大法师以及2位阎君已经无法去关注这些变化。无他，在那粉色烟雾出现的瞬间，一缕缕玄妙的道韵包裹住了他们，直接无视了2人2巫的肉身，疯狂冲击他们的元神。玄都大法师之所以眉头深皱，倒不是感受到了危机，主要是因为他轻松挡下了这般元神的冲击，却依然被这股道韵给影响到了。道心仿佛出现了巨大的空虚，一股渴望感在体内弥漫开来，侵蚀着大法师的元神。突然间，楚江王仰头怒吼，手中多了一把长剑，浑身上下翻涌着滚滚血气，扭头直接冲出大殿。本就是大地之主，谁能拦我？可恶！我要杀光你们这些可恶的妖，把你们都烤了！呼喊声中，这阎君朝着远方的沙丘疾驰而去，须发皆张，威势滔天。这么勇的吗？这么勇的吗？李长寿和大法师的心底颇为默契地发出了相同的赞叹。忽又听秦广王扭头咆哮：我一定要觉醒自己的血脉，我要成为祖一般的存在，化身盘古神！盘古神，我来找你了！我要成为天地间第2尊力圣！真的好勇啊！李长寿和大法师齐齐赞叹着。在玉之化身出手之后，此刻已是不慌。话又说回来，凭借巫族的元神之力，2位阎君在这般七情共鸣的攻势下，还能坚持几个瞬间，已是相当不易了。李长寿嘴角轻轻一撇，感觉这2个阎君并不是过来帮忙的，而是纯粹过来搞搞气氛的。不过呀，这挣脱了后土娘娘镇压的玉之化身，攻势似乎并不算多强，但凡道心坚固一些的金仙都能抵御一段时间，更不用说自己身旁还有一位人教首徒、道门大师兄、道境深不可测的玄都大法师。大法师掩住口鼻，深深地打了个哈欠，心底唯一的欲望被这一股道韵给勾了起来，眼皮开始不断地打颤。那个长庚啊！李长寿闻声看去，却见大法师动作熟练地将太极图召回，顺便放了恶念少女。太极图缓缓扩张到1丈之境，大法师在怀中拿出了一条手帕，系住自己的眼睛，晃晃悠悠的就倒在了太极图上。柔软的阴阳2气就是他最好的床垫与枕头。大法师口中有些有气无力地喊着：长庚，后面交给你了。唉，唯美梦与安眠不可辜负。李长寿和恶念少女顿时满头黑线。别睡呀，起来打怪呀，大师兄！您老人家的欲望就是睡觉吗？就没点别的追求了吗？像外面那俩正在对着沙地狂轰滥炸的憨憨首领也行啊，咱们对成圣都没有任何期许的吗？喂，间接葬在您手里的妖皇跟冥河老祖真的要死不瞑目啊！李长寿的心底，他也已经是笑得连不成声了。正此时，一缕娇媚的嗓音在李长寿的心底响起，周遭烟雾大多朝着李长寿汇聚，在这烟雾之中缓缓显露出一道飘渺的倩影，
围绕李长寿轻轻盘旋，不断地在李长寿耳边低语着什么。这个女子比小哀要成熟许多，身上只穿了一件浅紫色的绸面长袍，若隐若现的身段竟是那般的妖娆，微微卷起的长发透着一股美妙的慵懒之感。那名摆脱了阴阳二气限制的恶念少女，此刻眯眼笑着，手中多了一把小巧的匕首，一蹦一跳地凑近，轻快的脚步声宛若鼓点一般。到我的回合喽，太清弟子。烟雾中的身影渐渐飘远，出现在了殿内宝座上。修长莹润的双腿交叠，水缎般的裙摆朝着侧旁滑落，嘴角露出妩媚的笑容。他还在抵抗自身之欲的侵袭，小心被他反制哦。那恶念少女闻言立刻跳开，皱眉盯着李长寿的面庞，冷声道：你竟然搞不定他！他的情形有些特殊，不过放心就是。玉之化身轻笑几声，如果没有玉，还算什么生灵？他不过是心神强韧些罢了。小恶女点点头，在旁边静静等待，小手指无聊地挠着下巴，似乎在研究如何折腾这两个新鲜的玩具。玉之化身身子前倾，对着李长寿轻轻吹了一口气，一层层道韵宛若波浪般荡开，对着李长寿反复冲刷。一时之间，李长寿的心底泛起了一个个念头，那妩媚撩人又蕴含着某种道韵，若魔音一般的女声在他耳旁不断的呢喃。